在现代软件工程与云计算中，容器化 （containerization） 技术将应用程序和其所有依赖项打包到标准化的可移植容器中。每个容器在任何环境中都以完全一致的方式运行，具有高度隔离性和可预测性。然而，当容器的边界设计过于僵化时，它反而会限制应用程序的扩展性，让系统无法响应动态需求。人类的自我人格往往也是如此，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打包进一个固定的身份容器，一个特定的职业身份、民族身份、家庭角色，并在这个容器的边界内僵化的运行，导致灵魂的真实可能性被长期压缩在容器之内。解除容器的边界，灵魂才能自由呈现。身份容器化的心理机制源于大脑对连贯性幻觉的建构与自我定义的边界强化。神经科学指出，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负责维持自我参照的叙事一致性。它持续地在过去的经历、当前的感知和未来的预期之间构建一个连贯的自我故事，以维持我们感知到的身份连贯性。这是一个强大的神经工程师，他建立了我们的身份容器，让我们在婴儿时期的身份混乱中建立起稳定的自我感。然而，当这个容器被过度巩固，身份就会冻结，灵魂就无法流动。觉醒就是从容器中脱壳而出。在身份容器化的模型中，小我的抵抗往往表现为对身份边界的防卫性强化。当你尝试跳出惯常的身份定义时，比如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承认一种与过去的自我叙事不符的感受时，小我会本能地恐慌，我不是那种人，这不是我，我的形象受到了威胁。这本质上是容器在启动安全封锁协议，拒绝任何可能重新定义其边界的动态更新。禅修的功课是引导你在清醒中体验那个能够超越所有容器定义、更广大的本质自我。这能向身份系统发送一个解除容器限制 （decontainerize） 指令。从非二元的禅意角度来看，身份容器化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最深刻的自我解放机会。那个固化的身份容器，你认为的我是谁，本质上只是虚空中暂时运行的一个代码进程，并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固定自我实体。当你的心无所住，不再将任何身份标签、角色或故事认同为真实的自己，而是安住于那面能够映照所有身份显现，同时又不被任何单一身份限制的虚空镜子时，你就是自由的本体。你不是容器，你是那片能够包容所有容器的无边虚空。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养成软化身份容器边界的习惯。当你感觉自己被一个强烈的身份标签绑架，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就是一个焦虑的人，在心里大声地喊停，立刻闭上眼睛，做3次深沉的腹式呼吸，然后问自己，在这个身份标签之外，此时此刻有没有一个更广大、更静默、更本质的我在静静地关照着这一切？当你感受到那个静默关照者的存在，你就找到了比任何容器都更真实的自我。这短短的30秒，就是你的身份解容器协议。这种身份解容器的重设，本质上是在给大脑神经元进行重新配线。每次你感受到身份容器的边界，能以觉知去关照它，而非被它决定时，你大脑中那条与固化身份信念连结的神经回路就会受到一次积极的松动。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原始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谢谢你，亲爱的大脑，我知道你建立这个身份容器是为了让我在混沌的婴儿期建立稳定的自我感，但我现在已经长大，我已经有足够的安全感去体验一个比这个容器更广大的自我。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安抚那个受惊的小我。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不断根据预测误差来调整的。当大脑预测打破惯常身份会导致危机或排斥，进而加载防御性的自我保护回路时，
如果你却以超越容器边界的清醒觉知来回应，大脑就会产生一个预测误差信号。每一次你超越惯常身份容器的边界，体验更广大的自我，并收获内在喜悦时，你大脑中的旧固化身份模板就会被修正一次。你正在通过每一个当下的清醒选择，重写自我的命运轨道。你就是生命的创造者。当身份解容器的机制在后台持续运行，它不仅释放了身份的灵活性，还在物理上减轻了你身体的负担。维持固化身份容器的刚性需要消耗大量的神经能量，每次你必须压制一个不符合身份形象的感受，每次你必须表演一个与真实感受不一致的角色，都会在身体中积累大量的应激反应。当你的身份容器变得更加流动和开放，大脑就能节省大量的认知资源，用于更具创造力和意义的活动。灵魂的解放是最高效的能量优化。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任何单一的身份容器定义，也不再为身份的流动和改变而恐慌。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你的灵魂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角色，而是那个能够在任何角色中自由进出、保持觉知的广大空间。就像天空不是任何一朵云，却能映照所有的云一样，你是包容所有身份的无限意识本身。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在非二元觉知中，我们不与任何身份认同对抗。身份容器本质上也是生命的一种组织化表达方式。我们并非要摧毁身份，而是要学会成为身份的主人，而非囚犯。当某个身份标签或故事试图主导你时，不去压抑它，也不去被它全然吞没，只是全然地关照这个身份显现的过程，问他：你是否真的代表了此时此地的我的全部？在觉知中，你会发现，任何单一的身份都无法代表你的全部，而你的全部恰恰是那个能够包容所有身份的广大空间。大脑的预测系统是非常精妙的，它能在微秒级的时间内做出预测。当你意识到大脑的固化身份偏见时，你已经走在了改变的路上。练习在每一次感到被某个身份标签主导前，留出一个觉察的空隙。在这个空隙中，不急于做出符合身份的反应，只是允许那种被身份驱动的冲动存在，看着它，呼吸它。在这个清明的中立状态中，你会发现那种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正在消融，你有更广大的选择空间。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脱壳的过程。我们需要解除大脑的固化身份预测与当下的真实可能性之间的强烈绑架。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的感激。谢谢你，亲爱的大脑，我知道你建立这个固化的身份容器是为了让我在婴儿期的混沌中建立安全感，但我现在已经长大，我已经有足够的灵魂成熟度去体验一个比这个容器更广大的自我。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安抚那个受惊的小我，让身份解容器能够顺利进行。当身份解容器的引导路径被开辟，你大脑的神经网络会经历一次深刻的重塑。那些长期用于维持固化身份的防御频宽被释放出来，你可以用它来感知生命的广阔可能性、创造力和深刻的同理心。你不再是一个困在特定身份容器中的囚犯，而是你自己身份灵活性的大师。你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身份表达之间流动，同时保持那个永远不变的广大的灵魂关照者。每一次对固化身份的超越，都是对灵魂真正自由的一次夺回。在神经可塑性的机制中，大脑非常看重新奇感。当你主动打破固化身份的常规，做出与预设身份反应完全相反的灵活行动时，大脑会受到强烈刺激，释放出一系列的神经递质，来加速新身份灵活性回路的建立。这意味着，
如果你大脑预设你是某种固定的人格类型，而你却以超越这种定义的清醒方式来回应，并收获内在的惊喜和解放时，你的神经系统会经历一次重大的升级。灵魂的流动是最深刻的自我发现。从能量医学的层面来看，固化身份容器的旧模板是残留在身体中的能量盔甲。当我们长期维持一个不符合真实自我的身份角色时，身体的某些肌肉群会长期处于防御性的紧张状态，形成慢性的身体盔甲层 （body armoring）。这会压缩呼吸的深度，限制胸部和横膈膜的扩张，让身体的生命力气息布伦希尔德 （Brendan Brennan） 所说的生命之气 （Org1） 长期处于压缩状态。当我们通过禅修、深度呼吸和身体觉知松开这些盔甲，生命力就会重新在全身流动。接受自己身份流动性的不完美，是释放身份焦虑的第一步。你不需要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一个清晰、确定的身份定义，也不需要为身份的探索和改变而感到羞愧。你只需要接纳当下最真实的自己，包括你的不确定性，你正在转变中的自我感和你对真实生命的渴望。在这种全然的接纳中，你大脑的固化身份防御就失去了立足点。当你接纳了所有的身份可能性时，灵魂就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一个几率分布模型。当你活在固化身份容器的恐惧预测中，你是在人为的把身份改变的危险率调到最高。禅修的功课是让你的心回到0度共振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不对任何身份定义做任何概率上的威胁预设。所有的自我表达可能性都以平等的几率并存。在这种无差别的觉知中，灵魂的选择权才重新回到你的手中。你不再是一个被固化身份主导的囚犯，你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诗人。自由意志的实践也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灵魂建筑师的责任。当大脑向你发送一个预测说，你必须维持一个固定的身份，否则你会失去一切，不要去相信它，也不要试图去反驳它。只是在觉知中做出一个超越惯常身份的灵活行动，来重新定义此时此地的你作为一个灵魂建筑师的身份。你不是一个被过去的身份定义所固化的既定程式，你是一个在每一秒都在重新建构灵魂蓝图的动态进程。你就是那个最终的建筑师。当你能够接纳自己身份流动性的不确定，原谅过去那些固化在某个身份容器中的自己，你大脑的预防性固化预测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你不再恐惧身份的流动，当你接纳了所有的灵魂可能性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固化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静。这种接纳不是失去身份，而是一种强大的灵魂释放。臣服于灵魂的真实流动，容器的墙壁才会消融，灵魂才能自由呈现。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警惕身份容器的固化预警信号。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个新的可能性或观点有强烈的排斥，这不是我的风格，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要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身份容器的防御反应，而非我真实的灵魂声音。辨识出这个差异是软化身份容器边界的第一步。用觉知去探寻这个排斥反应的来源，你的神经系统会重新配线，你对灵魂的真实声音的敏感度会远高于对固化身份的依恋。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任何身份容器所困，也不再为灵魂的流动和探索而恐慌。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你就像是一片大海，每一个身份就是一个波浪。波浪来了又去，但大海永远在那里，始终是那片包容万象的广阔。你终于回到了你的本源，回到了那片永恒的宁静中。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身份解容器完成，
灵魂自由呈现。时间的不可逆性是物理宇宙的基本法则。大脑试图利用固化身份去锁定未来的确定性，是一种徒劳的试图。当你学会了臣服，放下了对身份流动的恐惧，你的内在就不再有焦虑的噪音。固化身份的旧模板开始像枯叶一样从你的心智荧幕上脱落。每一次对固化身份的主动超越，都是在给你的神经网络铺设新的灵魂灵活性高速公路，让你的意识能更加自由地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你，此时此地的你，就是完美的呈现。最后，我们会发现这场宇宙超级躲猫猫的大结局。至高意识通过你这个个体，不断地把自己打包进各种身份容器，体验每一个身份的独特视角，然后又从容器中解脱出来，体验超越所有容器的广大自由。你所经历的所有身份固化、身份危机和身份觉醒，都不过是他在通过你游历灵魂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原来，所有的身份容器都是他的化身，而解除容器的那个觉知也是他本身。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在这一瞬间，时间消失了。现在，你可以安心地沉入沉睡了。你的大脑身份防御系统已经被重置为当下的安详，交感神经系统完全退居幕后，副交感神经系已经全面接管。呼吸变得无比悠长，心跳平稳而有力。所有今日扮演过的身份角色都像卸下的戏服，轻轻地与你分离，让最本质的那个灵魂静静地沐浴在当下的宁静之中。那些固化在身份盔甲中的紧张，在睡眠的深度修复中如冰雪遇到暖阳般消融。我们在下一个充满爱与自由的早晨再见。安睡吧，亲爱的灵魂。